两天互联网上最让人气愤，直接把热搜干爆的是一桩性质极其恶劣的荒诞剧。那事情的起因是5月30号，演员朱一龙以品牌大使的身份高调现身北京的黄花沉水长城。稍微懂点历史的人会知道，黄花沉水长城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网红打卡景区。当年长城抗战，无数中华民族的先烈抗日将士就是在这里用血肉之躯抵抗当年的外敌侵略，那是刻着民族血泪和傲骨的地方啊。结果呢，这一次活动主办方打出的口号那叫一个响亮哦，说是要搞纯正国风，要让大明星雷响中华大鼓，复刻东方传统文化。照片一发出来啊，粉丝那是铺天盖地的控评啊，夸什么气场绝啦，完美契合长城的厚重底蕴。可是结果呢，打脸来的比龙卷风还快，真正的专业打击乐从业者站出来，咔咔两下，直接把这块虚伪的画皮给扯烂了。咱们中国的正统大鼓造型是什么样子的？讲究的是宽扁横向摆放，敲出来的声音是浑厚绵长，带着一种黄土地的苍茫。可现场朱一龙敲的那面鼓呢，鼓身细长竖直，用高架摆放，旁边用绳索一道一道的固定，这是标准的日本鬼太鼓和日式太鼓的设计。连他演奏时双手大幅度挥舞锤子的表演动作，都是日式太鼓表演体系的一套。最打脸最让人恶心是啥呢？随后有这个网友爆出活动内幕的策划表格，好家伙，对内表格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着2个字太鼓，结果对外买热搜发通稿的时候却大言不惭的偷换概念叫中华大鼓，这就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在无数抗日先烈牺牲的长城之上，对内用日本太鼓包装，对外搁着粉丝的爱国情怀韭菜，舆论能不炸吗？那到了6月16号，迫于排山倒海的压力，品牌方、鼓团还有明星工作室同步发声明道歉了。品牌方说自己的专业认知不足，没有排查出文化隐患，赶紧把这个宣传片给下架了。哎呦喂，一句轻飘飘的认知不足，就想把这个事儿给洗白了。咱们往深了琢磨琢磨，为什么在刻满抗日记忆的中华长城之上，他们敢玩这种对内对外2套说辞的把戏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审美跑偏啊，这就是活生生的已经渗透到我们眼皮子底下的日本文化温水煮青蛙。你仔细想想，这些年这种鸠占鹊巢用日本文化平替中华传统的恶心事儿，咱们见的还少吗？前几年全国几十个城市突然在同一时间段莫名其妙的开始筹办所谓的日本夏日祭，某些历史底蕴深厚的古城莫名其妙的斥巨资搞什么日本风情街，甚至连某些关系到下一代心智的教材插画里都偷偷摸摸的夹带私货画上了日本军旗的元素。这些事情单独看一件好像都是商家炒作、无心之失、文化交流，可当他们在各个领域、各个时间节点接二连三爆发的时候，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日本外务省和文化财团玩了整整几十年的极其隐蔽的文化切线上渗透战略。他们渗透的最高境界就是去中国化和平替化。日本太鼓的老祖宗明明是咱们中国唐代传过去的唐鼓，可日本这几十年通过古铜等乐团在国际上大肆包装，硬生把这玩意儿打造成了东方大鼓的唯一正宗啊。而他们渗透的策略最歹毒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给你硬碰硬他专门渗透你的精英圈层、设计圈层和导演圈层。这次活动的策划团队、导演和鼓团，难道全是不学无术的文盲吗？不可能啊！他们恰恰是接触了大量西方和日本美学的所谓精英，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他们的审美标准早就被日本外务省的公关经费给格式化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一提到高级、出片有张力，脑子里第一反应自动蹦出来就是日式太鼓。他们甚至觉得在长城上敲日本太鼓是一种国际化现代感的组合，这才是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啊！敌人的文化渗透已经做到了让你自愿掏钱，在你自己家的长城上去给他们的文化宣示主权，他们在你最骄傲的民族脊梁上插上他们文化的旗子。他就是长城上敲日本鼓的始作俑者叶松元，成都反响 HIIKO 创始人，1982年生，身高于 1.9 米。基本背景：2009年开始学习日本太鼓，师从香港鼓师，早期以非洲鼓爱好者身份接触打击乐，
2020年在成都组建反响鼓队，自称中国大鼓团队，成员多为业余爱好者。2026年6月，因长城落月烂帽活动敲日本太鼓，冒充中国大鼓，引发巨大争议。如果这一次没有专业网友把这层窗户纸捅破，那久而久之，那些守在电视机前的年轻孩子们，是不是就会真的以为长城上敲的那种高架、细长、绑着绳索的鼓，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中华大鼓？这叫什么呀？这叫断你的文化根脉，借你的长城，借你的明星，来完成他们文化的文化入侵。那正因为这种渗透让人毛骨悚然所以这面太鼓一敲碎，网友彻底不答应了，大家开始顺藤摸瓜，深挖朱一龙过往的一系列有争议的文化和历史记录。结果这一扒好家伙，直接扒出了一连串让人目瞪口呆的旧账。那首先呢，就是被全网疯传的是2016年他在日本京都自拍的一组旧照片。照片里呢，背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是日本标志性的朱红色建筑平安神宫。客观上讲吧，这座平安神宫这里面供奉的是古代的日本天皇，它跟那个直接供奉战犯的神册性质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咱们绝对不能忽略一段极其关键的历史。平安神宫曾经任职的最高神官，这个人是被法庭定罪的乙级犯。任何一个流着华夏鲜血、经历过那段历史伤痛的中国人，对日本这类神册场所，天然就应该有一种骨子里的抵触和警惕。更何况2021年圈内就爆发过某位艺人因为打卡参拜日本敏感神社，就被全网封杀的惊天大雷。当时朱一龙这组照片就上过热搜了，无数人等着他出来给个说法。可从头到尾人家那个团队稳如泰山，选择全面冷处理，连一个字都不解释。粉丝在底下是疯狂洗地的说，哎呀，这就是个普通旅游景点，不知者不罪。那紧接着网友又把他2006年参加北京电影学院艺考的古董视频给翻出来了。在那个极其关键的展示个人文化才艺的环节里，朱同学表演的居然是日本剑道。各位，咱们有一说一那单一件事儿，你可以说就是单纯的个人爱好，年轻人喜欢日漫，喜欢剑道，可以理解但当这些事儿一件一件又一件的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你作为观众，你心里是个啥滋味呢？你一边在拍你这里演着为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特工，赚的是盆满钵满的，一边在现实生活和商业活动里频繁的和这些文化渗透、历史红线产生纠缠，这种强烈反差让老百姓怎么不怀疑呢？公众人物享受着无上的流量红利，如果连最基本的历史敬畏和文化敏感度都没有，在无形中就成了文化渗透的传声筒那可真的是太可悲了。网友对这事的意见这么大早已不仅仅是在聊一面鼓或者几张10年前的旧照片了，它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咱们普通人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地缘文化渗透正在拉响最响亮的警报。娱乐圈的资本和艺人必须清醒过来了，你们拿着高昂的片酬，享受着中国观众给你们的财富和荣誉，就必须扛起对应的历史责任在这个文化交锋、无形渗透、无孔不入的时代你们作为公众人物如果连自家的传统和敌人的渗透都分不清楚，甚至为了画面好看去当人家的文化垫脚石，但老百姓随时可以用选票和流量把你们彻底抛弃。历史的伤痛绝对不能被肆意淡忘，文化的边界更不能被肆意模糊和试探。在抗日先烈浴血奋战的长城上敲响日本太鼓，这种荒唐事我们希望它是最后一次。整个内娱的所有艺人和品牌都应该以此为戒，筑牢自个儿心里那座长城，警惕任何形式的文化渗透，真正的挺直腰杆，守住民族情感的底线。那视频的最后，你们怎么看这次长城击鼓争议呢？你们觉得这是品牌方的专业疏忽，还是日本文化的一次渗透表现？